各位親愛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每個星期同大家傾偈嘅歡樂時光又到啦。聖誕之前呢，我哋 post 咗一條關於巨型郵輪同大型郵輪2021年排名嘅視頻之後，好多觀眾朋友咧紛紛留言，分享佢哋最中意嘅郵輪品牌，而且咧唔單止 Top 5嘅船公司啊，仲見到專出巨型郵輪嘅 Royal Caribbean 有唔少 fans 出嚟吶喊助威喎。從上個世紀有郵輪以嚟，郵輪嘅噸位咧就隨住技術發展同埋日趨增長嘅需求，一次又一次咁樣打破極限，創造紀錄。時至今日，保持住世界紀錄嘅綠洲級別郵輪，排水量高達226000噸，長度接近1200英尺。呢一個到底係點樣嘅概念呢？即係豎起身，比埃菲爾鐵塔仲要高。滿載嘅時候咧，有接近7000名乘客，再另外加2500名船員，簡直咧就係一個移動嘅迷你城市啊！咁其實大家又知唔知道點解而家郵輪會越變越大隻呢？未來嘅郵輪又會突破到幾大呢？今期視頻我哋就嚟睇下船公司將船越起越大隻，到底有咩玄機啦！喺探討究竟船公司點解要將郵輪越做越大隻呢個話題之前，我哋嚟睇一睇呢100年以嚟郵輪嘅噸位到底係點發展嘅。其中有啲船可能連大家都估唔到，佢曾經係創紀錄嘅世界第一喎。上個世紀最著名嘅郵輪公司非冠達百星莫屬啦。大家可能未必聽過冠達百星，但係你一定聽過佢旗下嘅郵輪風靡一時嘅鐵達尼號，就係佢哋當時一艘號稱永不沉沒嘅旗艦船啦。而當時嘅鐵達尼號咧，亦都係全世界最大嘅郵輪，當時排水量有成46000噸㗎。喺1912年，呢一個排水量可以話係怪獸級㗎啦。之後下一個突破咧，就去到1936年，由第一代嘅瑪麗皇后號以8萬噸排水量打破紀錄。而從呢個時候開始，5到8萬噸嘅郵輪就成為咗主流。大部分呢個級數嘅船咧，都擁有2000人左右嘅載客量。時間嚟到1980年代到1990年代，喺呢個時候咧，近代郵輪有咗突飛猛進嘅勢頭。隨住郵輪假期嘅預訂量以2位數嘅速度增長，郵輪業嘅運載力出現咗供不應求嘅現象，而時代咧需要突破，需要更大嘅船嚟滿足需求。於是咧，從1990年開始，嘉年華郵輪、公主郵輪、皇家加勒比郵輪呢啲主流嘅船公司開始通過建造新船嚟擴大規模。喺爭奪頭把交椅嘅競爭中咧，互相比拼。1996年迎嚟咗第一艘超過10萬噸排水量嘅船，佢就係嘉年華旗下嘅郵輪 Carnival Destiny 啦。呢一艘船咧，而家大家係咪冇乜印象呢？因為佢早喺2013年嘅時候咧就入廠改裝增磅，並且咧改咗名叫 Carnival Sunshine 啦。而且佢嘅翻新咧亦都係一個創舉嚟㗎，因為佢將成艘船從中間割開一半咁樣嚟擴建嘅。呢個喺當時咧真係一個史無前例嘅舉動啊！果然咧係藝高人膽大啊嚇！而10萬噸呢一個紀錄淨係保持咗2年啫，好快 Grand Princess 咧就以109000噸嘅新紀錄打破咗啦！好多公主郵輪嘅粉絲係咪都估唔到呢？原來 Princess Cruise 居然都有攞過世界第一大郵輪呢個稱號㗎！可惜咧呢個係佢嘅第一次，亦都係迄今為止嘅唯一一次啦。跟住落嚟咧就係 Royal Caribbean 嘅天下啦。喺1999年 ，Royal Caribbean 咧嘅海洋水手號以137000噸再次打破世界紀錄，成為世界第一大郵輪。呢一艘郵輪咧，當時仲開創咗好多嘅 Royal 船嘅先河，比如之後每一艘皇家船標配嘅攀岩牆，同埋第一次引入皇家大道喺船中間呢一個概念，都係從海洋水手號開始㗎。之後2年咧，又陸續俾自己嘅姊妹船 Explorer 同埋 Navigator 各種小步超越。而去到2003年，當年曾經嘅王者冠達郵輪嘅瑪麗皇后號又返嚟啦。今次咧，佢係以148000噸嘅瑪麗皇后2號回歸，成為最大嘅郵輪，並且保持咗3年嘅時間。到2006年呢一個寶座咧，又回歸返到 Royal 嘅船隊咯。Freedom of the Seas 以全新嘅 class 16萬噸嘅排水量再創新高，而最後嘅故事咧，大家亦都唔陌生啦。
就係22萬噸嘅巨無霸海洋綠洲號出現。之後呢，就係佢每一代嘅姊妹船出嚟接力啦。直至2022年，海洋奇蹟號 Wonder of the Seas 面世，成為目前全世界最大嘅船。講完郵輪噸位嘅發展史，唔難發現各個船公司都喺度不斷咁樣突破自我，創造大船。就算超越唔到人哋，首先咧都要超越自己啊嘛。咁點解船公司要 keep 住出大船，而且越出越大呢？我哋覺得原因有以下嘅幾點。第一個咧就係因為大船可以容納更加多嘅娛樂設施，而呢一個咧亦都係最顯而易見嘅原因。如果20年前有人話要喺郵輪上邊起卡丁車賽道或者係起過山車，你可能會覺得嗰個人咧吹水吹得太離譜。但係今日咧，呢啲以前只可以喺陸地上面嘅遊樂場先玩得到嘅設施，已經可以喺海上面揾到啦。其實咧，從更大噸位嘅郵輪上面得益嘅，唔單止係船公司，仲有船上嘅乘客。更大嘅船就可以有更多嘅公共空間，更多嘅特色主題餐廳，更多風格各異嘅酒吧，可以俾唔同興趣愛好嘅乘客都揾到自己中意嘅嘢。只要船足夠大啊，想要真正嘅公園或者係 zip line，又或者溜冰場、衝浪池等等，都唔再係一個問題。冇錯，大船咧就係可以咁為所欲為。上個世紀嘅郵輪，船隻只係一個將你從一個港口運送到另外一個港口嘅交通工具。但係如今咧，對於好多乘客嚟講，郵輪比停靠嘅港口更加重要。既然我嘅旅程中大部分嘅時間咧都喺船上面度過，點解我哋唔 focus 翻喺呢隻船度呢？好好咁樣 enjoy 船上面嘅呢啲嘢。Cruise is the destination 呢一個概念咧已經逐漸被好多人接受啦，而且咧以後亦都會有越嚟越多嘅人加入。船越大隻，你嘅旅程咧就會更加精彩。第二個原因咧就係為咗增加吸引力啦。每一個人計劃坐郵輪去玩嘅時候咧，最主要都係考慮兩點：去邊度玩同埋有咩玩。去邊度玩咧係屬於行程同埋目的地港口嘅吸引力，而有咩玩咧就係郵輪自身嘅吸引力啦。其實吸引力咧同船上面可以做到啲咩係息息相關嘅。如果你係帶小朋友出遊嘅家庭，你會關注船上面有冇兒童樂園，有冇滑水梯，有冇機動遊戲或者係大型遊樂設施。如果你係度蜜月或者係想過二人世界嘅 couple 咧，你會想有成人專用嘅泳池、水療中心，船上可以影靚相留念嘅打卡位。如果你係中意睇波嘅體育愛好者，大船上邊嘅體育酒吧咧就係你打躉嘅不二之選啦。而無論係以咩組合出遊嘅乘客，更大嘅船、更多嘅餐廳同設施咧，就意味住可以有更多嘅美食同埋娛樂選擇。所以簡單嚟講，船越大，可以做嘅嘢越多，而可以做嘅嘢越多咧，大船就可以吸引同埋滿足更多唔同需求嘅人上嚟啦。第三個原因咧就係運營效率啦。郵輪嘅運營咧本質上係一門生意，一艘船嘅運營效率越高，意味住每個人嘅運營成本就越低，咁邊際利潤咧就會更加高啦。而增加船隻嘅噸位同埋載客量，就係提高運營效率嘅一個重要嘅途徑。Royal Caribbean 咧曾經就喺今年上半年嘅一個投資者電話會議上面講過，更新更大嘅船隻，只要達到35%左右嘅載客量咧，就可以實現現金流嘅收支平衡啦。而舊嘅細嘅船咧，就要超過50%嘅載客量，先可以達到呢一個目標。而喺2020年到2021年全球大停航嘅期間，嘉年華集團包括 Carnival、Princess、Holland America 同 P&O 等船隊，總共處置咗19隻相對舊而且運營效率較低嘅船。佢哋表示，呢一啲被處置嘅細舊船咧，佔全船隊嘅13%嘅載客率，但係淨係創造咗總營收嘅3%。所以咧，嘉年華集團就表示，從2022年嘅新船交付計劃開始，公司嘅船隊咧將會變得更加高效，每艘船嘅平均載客量會增加約14%。所以咧，更大嘅船雖然會提高製造成本同埋運營成本，但係咧會更加容易達到收支平衡，而更加容易提高邊際收益。第四個原因咧就係為咗市場營銷啦。前面就講到啦，郵輪業咧本質亦都係生意，生意咧就需要有人氣同埋名氣。咁點樣先可以創造到人人追捧、備受關注嘅爆款呢？做大郵輪咧就係其中一個好方法啦。每當一艘破紀錄嘅大船要落水，
都必然會可以吸引到公眾嘅注意力，亦都提前吊足公眾嘅胃口。而媒體咧更加會樂於去報導、去深入挖掘呢一啲大船或者有創造性特色嘅新船。所以咧，只要船公司新起嘅船夠大、夠標新立異，自然咧就等於喺互聯網上面打咗免費嘅廣告啦，從而令自己品牌個朵咧越嚟越響啦。插一句題外話，同樣咧起到市場營銷效果嘅，除咗大船，仲有喺船上邊拍攝以郵輪為主題嘅電視劇。無論係當年喺 Star Princess 上面拍嘅《10萬噸情緣》，到疫情前播出嘅以 MSC 郵輪為背景嘅《30而已》，定係2021年啱上映嘅同皇家加勒比合作嘅《海洋之城》，喺一定程度上面咧都啟蒙咗唔少嘅郵輪人㗎。唔知大家最鍾意係邊一出嘅郵輪電視劇呢？好啦，視頻到呢度為止，我哋都喺度討論郵輪點解會越嚟越大。似乎未來嘅郵輪咧就必然係以大為主啦，但係實情係咪又係咁呢？其實從第一艘綠洲號郵輪喺2009年建成以嚟，已經過咗13年啦。除咗綠洲號郵輪嘅姊妹船之外，並冇其他嘅郵輪超越佢，甚至係接近呢一個噸位。反而皇家加勒比嘅船隊最新嘅5艘量子級郵輪又倒退翻去16萬噸嘅跡象。而最近呢，更多嘅 Luxury Cruise 更加係陸續推出超精緻嘅極地探險船，提供豪華級別嘅郵輪服務同埋小眾嘅探險路線。咁係咪代表郵輪嘅噸位上限已經達到咗呢？呢個結論咧其實仲言之過早，因為咧就目前未來新船嘅訂單嚟睇，主流船公司嘅新船都係以噸位偏大嘅船為主，基本上咧都係船隊裡面未出現過嘅創紀錄咁巨型嘅旗艦船。甚至先前喺邁阿密舉辦嘅 Seatrade Cruise Global 上邊 Meyer Werft 造船廠咧仲展出咗幾艘有趣嘅郵輪原型，其中包括一艘43萬總噸嘅超級巨輪，佢遠遠大於有史以嚟建造嘅任何郵輪。如果真係做得出嚟嘅話咧，佢將會係目前世界上最大嘅船嘅差唔多2倍咁大啊！可以搭載12000到15000名乘客。唔知道喺10年以後，會唔會就可以見到呢一個移動嘅巨型城堡呢？我哋一齊拭目以待啦！唔知大家係比較鍾意大船多啲，定係精緻嘅細船多啲呢？評論區留言話俾 Chloe 知啊！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！